这个太子集团太厉害了，他怎么能骗这么多钱？这实在，听说那个首谋什么陈志啊，说一天有9亿的收入啊，说哪里骗这么多？那全世界，美国很多人现在被骗呢，不是说只有亚洲呢，那我们抓了25个人，就只收押4个人，共犯交保金最低才3万块，45亿害了多少人家破人亡，对不对？以泪洗面，最低才就是我们难怪那个诈骗犯要送到大陆，每一个都愁眉苦脸，好像要进地狱了；一直送回台湾，每个都确要好像要进天堂了。好，所以现在惊动了检警调高层，所以高检署呢召开跨部会打击洗钱的会议，又说我们公司整理太容易啦，等等等。其实现在这个东西这样，不是也看到有些人到银行提个几万块，说搞1个钟都提不出来，这个也问那个问那个问，都怕你被骗啊等等哈。那有的呢又太容易哈。那听说现在这些什么黑道也不像以前一样了，搞什么那些什么杀人放火。诈骗，光搞诈骗，赚死了赚死了哈。那杀人也不自己去杀了就是找移工杀他，把他杀掉，30万给你，立刻杀完就跑就走了，根本抓不到，因为就走了，回到他自己母国去了所以现在犯罪情况也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这个太子集团豪宅总管，什么叫豪宅总？不是他住的那个管理委员会，我以为是那个管理委，不是，他在台湾这么多豪宅，有一个在管这个豪宅的叫豪宅总管那说呢，他还要听新加坡籍的大账房，叫做陈秀玲。奇怪，新加坡会有大账房？新加坡不是还鞭刑还打吗？当然，新加坡应该很严格，还敢吗？说呢这个听命他，而且按住脱产，结果呢原来是30万就交保，所以现在可能大家觉得怎么30万就可以交保呢？所以这个总管说可能会更加严格，或是交保金额大一点。但你交保金额再大，跟那个45亿比起来，跟每天收入9亿比起来，那算什么呢？台湾就45亿，美国有4598亿，因为有12万7271个比特币好像被没收了香港110亿，英国超过50亿，新加坡35亿，韩国19亿。而且呢，你看他有在台湾买的11户豪宅，48个车位，26辆超跑，60个银行账户所以你去看看，你看这么多超跑，看到没有？这叫做布加迪就是山猪王1.5亿保时捷、法拉利、迈拉伦哇，这是还有豪宅和平大院新加坡还有游艇什么个生活这是酒池肉林，真的是奢华到不得了那他有这么多公司，设了这么多公司然后在不同的地方还有豪车等等等有这么多人，你看那个组织很绵密那结果呢只收押了4个人最低呢3万块就给他交保了那说呢，而且他不少捐款捐款也跟太子成员同名同姓而且说这个政治现金绿营很多人收的，他政治现金我们看到说有什么邱意莹林静怡、刘建国民进党赖清德、林淑芬、吴思瑶，到底是同名同姓还是他乱写的还是真的我觉得都可以查一下那另外呢，邱意莹说是网军造谣，只是跟我同名同姓而已，并不是真的。我觉得还是把它查清楚吧也不要冤枉别人，但到底怎么回事那罗志祥说民进党消极被动不作为，而且多数都交保了联合报社论是说太子集团这个诈骗案，民进党赖政府假打诈虚抗中，终于露出马脚来了。我们看一下。和其他被告靠在一起，准备步上囚车，被载往台北看守所。身穿黑色外套、戴上帽子的是天旭国际科技干部李守礼。中间黄衣男子则是管理和平大院豪宅的王玉堂，走在最后面的则是太子集团另一名干部邱子恩。北检侦办太子集团跨国诈骗案，复讯后裁定3人羁押禁见。会被羁押禁见，检察官似乎是认为他们有灭串证嫌疑。
太子集团旗下有数家公司登记在和平大院豪宅内。根据了解，美国公布制裁名单后，专案小组到和平大院要勘验太子集团总裁陈志购买的豪宅和超跑，但管委会要求出示北检公函。北检签发后，专案人员回到现场，管委会将公函传给太子公司旗下天旭国际，找人把地下室7辆超跑开走，被认为明显灭串证，声押4名官干部获准。太子集团名下26辆豪车，总价值大约4亿8千万，和平大院11户约38亿，都被认为是集团购买来洗钱的证据。不过，陈志的陆籍亲信李天在台特助刘纯宇复讯后15万元交保，离开北检时候笑得灿烂，引发热议。今天台湾诈骗为什么如此横行啊？就是民进党政府的消极被动不作为。太子集团这种荒腔走板、巨额诈骗，甚至外面传101 2层楼变成他们的诈骗总部，豪宅一买11户，然后呢，重大金流在台湾窜来窜去，金管会、财政部，你们是睡了还是死了？啊，结果到最后诈骗跟我讲说15万交保，那我就要怀疑一件事情了，为什么今天这些诈欺集团在台湾可以横着走啊？位置。我觉得现在大家看到这种诈骗集团哦，真的是这个全民都非常愤怒啊。那这个不止害非常多人家破人亡之外，这对我们地方上的治安也造成非常大的破坏哦。我们看到这些那个图片上面显示，其实现在他们都隐身在这种大楼里面。那因为大楼它就管理的比较森严，我们是在地方上面接触到非常多，就是即使这个警方他有情资，都碍于因为他们藏身在这些大楼里面，有的时候很难第一时间攻破。那也因为在大楼里面，其实造成他们非常多的住户非常的困扰，所以我们都希望哦，我们这个遇到这种诈骗集团，真的是要这个穷尽一切方法，不只是让他们绳之以法，那更是让他们后面这些藏机人可以被一网打尽。但我们另外也看到，就是说这个诈骗，这个越来越国际化的趋势。不只是它的机房、它的金流，连它的这个人流。刚才赵大哥有讲，这个太子集团它里面的人来自这个世界各地之外，我们现在在地方上面也遇到，就是说很多的国外来的这个游客啦，哈，用短期游客之名，其实就是在做诈骗的车手。那因为你短期的这个旅游大概是毫无设防，所以我们一旦遇到这种有机会可以把这些跨国集团一网打尽，我真的觉得这个检调应该就是要加紧来办。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还是有社会观感的问题啦。好，这个。当然，就说你这个交保，它当然有依照相关的法则。可是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一个太子集团狂诈45亿，这么多的豪车，这么多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相信、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结果我们看到，就是说被交保的时候，那个嬉笑怒骂的样子，当然会引起非常多的愤怒。不过我这边还是做一个澄清哦，因为很多人现在在讲说这个陈志他好像是很多民进党的这个有做政治献金的这个背后人员，这完全是乌龙一场。因为邱莹已经有出来说，他这个陈志是他认识的朋友。他的身份证字号跟这个陈志也是完全不一样，他认识这个陈志是真实的人，跟这个太子集团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这边也特别做一个澄清，这个做政治献金的这个陈志跟太子集团的陈志是不同人。来源之，因为我们政府一直花很多的钱成立打诈办公室嘛，1.0、2.0、3.0，但台湾都越打越诈，尤其是像这个太子集团这么高调他买那个11户和平大院是周杰伦的邻居然后买那么多豪车，这么高调哦，结果现在好像是被美国通知之后才办嘛，然后又那么低的交保，当然大家会觉得说政府到底有打诈的决心吗？那像他成立的很多公司，大概我那时候我在立法院也有去查，他很多都是侨外资。侨外资就是所谓就是国外汇进来的，那按照规定的话，经济部投审会都要去审他的资金。他光买那个和平大院就花38亿啊。那时候我也问说经济部说，你们都没有发现这件事吗？他们说啊，那个每一笔要超过5000万美金，他才会去查。但问题是这么高调、那么大的金额都没有发现，我也觉得非常奇怪。像银行刚刚赵大哥讲了嘛。
因为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有一个人去银行提10万块现金，被问半天呐、那个人很生气，还抛脸书在骂那个银行，说你管那么多，那个银行还叫他买他的 ETF 啊，就是用很多话术去说你为什么不买我 ETF 赚比较多，就是想要测试说他是被诈骗。他很不爽，就是连银行的柜员现在都被台湾这个诈骗王国训练到说要提高警戒。那我们的经济部好像都跟他无关，所以我们政府从上到下到底有没有一点主诈的决心？然后第二个，确实法律是比较轻的，像中国大陆如果诈骗就死刑嘛。那个之前不是有一个新闻，几年前有诈骗集团在国外被抓到，他很怕被送到大陆，结果一看到是华航，他就开心了，因为知道华航是送来台湾，就觉得刑罚很轻。新加坡是鞭刑啊，所以最近这个鞭刑要不要用？国人很多人会觉得说，会不会真的有点太侵害人权？可是大家会觉得说，比起诈骗犯给大家的伤害，觉得应该是比较轻的。那只有民进党觉得说，那时候我看到民进党的秘书长徐国勇还在酸新加坡，说，哎呀，新加坡虽然他那个诈骗打诈有成啊，但是他用鞭刑，他不是自由国家啊。对啦，台湾就是很自由诈骗啊。所以我觉得政府机关要拿出办法出来。然后最近我又看到国安单位又出来马后炮，《自由时报》报道说，国安人员讲啊，这个太子集团疑似是中共统战的一份子啊，就是说因为那个时候中共呢有援助柬埔寨2点多亿美金啊，其中1点多亿都太子集团在柬埔寨帮忙支付的。这昨天我看《自由时报》新闻，你这国安人员也太马后炮了吧？如果说这么严重的事情，然后他又本身用诈骗集团，那为什么最近才爆发？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以前在养案子吗？你在养案子的过程当中，那么多国人被诈骗，然后甚至很可能家破就是人亡的状况，那你都无所谓吗？而且检察官在这种状况下不积极的要把他们关押起来，反而让他那么低金额就交保，那你是不是表示检察官里面也有共谍呢？我觉得民进党这种说法完全在社会上没有办法说服人。你知道他们用这么低的交保金额，尤其是那个很火辣的那个女生一出来以后，连韩国人的网站都在笑我们呢，说哈。他为什么可以笑得如此嚣张？难怪台湾是诈骗犯的天堂，因为他只要700万韩元，因为韩元币值很小嘛，700万韩元就可以交保，都被韩国人笑死了。台湾，这个我觉得最大的疑问当然是这个案子其实受到社会瞩目，是因为从美国开始，它有1000多颗比特币多少颗忘记了，转换等于是几千亿的金额。那这个当然很耸动，而且我相信这耸动全球，甚至很多外媒都有报道。那再看回来台湾我也是很大的疑问是，为什么现在才发现？其实这些车我坦白跟大家讲，如果在网络上比较活跃的人都会发现，这个其实以前在 Instagram 上面或者是在社群上面已经出现过很多次了。所以说，他们这么大的诈骗集团应该很低调的，他们这么嚣张，这么大的资金无所谓，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买那么多车，真的我觉得他花得起吗？有这么多的钱？我问题是什么？现在老百姓会觉得说，我去到银行，不管是刚刚元之提到的这个，他是要领钱，甚至存钱。现在你要存现金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了。有些人可能存个小额几十万，他可能是做我不知道路边摊还是什么生意的，会被问很多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就是防洗钱，然后问你说你汇这笔钱出去，目的是什么？你要给谁？你要买什么？其实很多的民众会觉得说，你问我这么多干嘛？这是我赚的钱。可是没办法，因为这是要保护老百姓，所以这个就会产生一个非常极端的对比。哇，刚刚前面讲了这么多的人头公司，这么大笔的海外资金进到台湾，你都可以不用查啊！我去存个几万块，我要领个几万块，被你问一大堆问题，这的老百姓当然会觉得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打诈的？大家就会产生很大的疑问。那我觉得这个太子集团这个比较麻烦的是，就媒体报道了，它的产业涉及太广了，有饭店，有这个菲律宾的赌场，然后有什么房地产什么的，所以他的资金可能已经进到各个产业里面，已经不单单只是说诈骗园区他做诈骗就仅仅如此。所以我们在台湾有异常的行动，我们打诈这些政府部门就应该要主动关注，不是永远都是美国告诉你说，罪犯在你们台湾哦，赶快抓哦，我们美国已经在抓了，你们赶快配合，然后我们才有所动作。休息一下再回来。讲完，王世坚说他95%会连任成功。所以王世坚说，因为他有长辈是228的这个受难者，所以他说我如果去选，只有5%会赢啊。
95%会输啊，那不是对不起先人吗？我不选，这是他的理由了。那这个民进党团干事长钟嘉宾说，希望王世坚共同努力，继续努力，就算100减95，剩下5%，也不要放弃啊，5%是有机会啊，5%就没有机会吗？5%是有啊，哦。那另外呢，王世坚说呢，叫左荣泰他们这些人选台北市长，哦，说呢是不是呢被王世坚吃豆腐了？左荣泰说，我不是炮灰，我也不是豆腐，反正我不选就是了啊。哦。那另外呢，这个王世坚点名说呢，左荣泰可以选台北市长，因为行政院长选台北市长啊。左荣泰说，我每4年都会去选一次，我不是参选，也不是备选，我去投票，每4年会去选一次市长啊。哦。那另外呢，蒋万安跟吴怡农想选吧，在同样一个场合，但是不同台，时间不一样哈。徐国勇说还在征询台北市长民进党人选，还在征询当中啊。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希望明年3月以前能够谈妥，到底蓝白要怎么合作啊？因为呢，这个不合作，基本上就是分则两害了，合则两利了哈。那到底怎样啊？那黄国昌啊，因为2个礼拜前就跟我约了哈，那因为大家都忙，所以到昨天这个大家一起吃个便当，就省事嘛啊。那他也说了，都是他们自己的内参民调了啊。那他们自己内参，他说李世川会赢苏巧慧，虽然苏巧慧蛮强的，他说内参民调如果蓝白都支持这个黄国昌，他也会赢。但如果黄国昌跟侯友宜都去选3咖都的时候，苏巧慧跟这个李世川3咖都，就是说这个黄国昌、李世川、苏巧慧都去选，那苏巧慧就可能得渔翁之利啊。所以呢，他们也知道说蓝白还是在选举还是要合作了啊。尤其2028啊，民进党认为说呢，民进党把这个国家搞这么乱，2028要让民进党下架，所以蓝白也必须要合作哈。那现在才11月嘛。到明年3月，如果按照民众党的这个日期，还有将近4个月啊。那当然对民众来讲，它不只是市长的问题了，议员也蛮重要的啊，议员啊，所以我觉得到时候可能市长、议员要一起谈啊，还有4个月，我相信国民党一定会谈的，党对党一定要谈这个事，不谈也不可能了哈。那周瑜修是说，如果你不谈，到时候我们就自己搞了，火车就会开走了哦。如果你不谈的话哈，那另外呢，国民党的刘赫然也很积极，拍的定妆照。沙龙照啊，刘汉然说：“我准备好了 ，I'm ready。”那李世川民调还是最高了。李世川说：“我现在在专注辉达建厂的事情啊，反正2026到明年的事，现在呢，我只把辉达事情搞好。我们看一下。不觉得你被王世坚吃豆腐？王世坚另外一句话讲什么？95%蒋万安连任，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他推荐。郑丽君推荐左荣泰当炮灰。王委员的意思要问他，那问我的话，第一个我不会是炮灰，我也不会是豆腐。你被吃豆腐啊！我都替你难过哎，一个院长被吃豆腐。来我看，因为王世坚讲那个话的时候，是他上我的节目访问他的。那我先跟大家讲，我不知道他那样讲。因为通常可能就是好，就是谈选情啊，不要啦，我要不，好，可能就是这样而已。但没想到他真的很直白的说，蒋万安95%会赢，这个话我讲不稀奇吧？评论员我们可以判断，可是他身为可能的选将，他那样子讲，我相信可能民进党内也会有一些压力。你都公益稳赢啊，那谁来都是，所以长他人志气。对，左荣泰讲说，那我去当炮灰干嘛？你都说他稳赢了，可是问题是，如果客观来说啦，我们把那个政治的那个选将的角色抽开，那大家认为蒋万安连任机会很低吗？很高嘛，当然很高。第二个就是外人不知的状况，因为他已经跟我讲过多次，因为他以前就是家里面他是228的受难家属，所以他说我输谁，我也不要输给蒋家后代，所以他觉得他过不去这一关。那话都讲到这里了，他的参选几率就极低了。最后一个，那有没有可能？因为他民调，我相信民调不会低，因为他是一个，我认为他是一个现象级的政治人物。好，好像他根本没唱歌啊，他那个是质询内容，对不对？那是讲话变歌嘛，好没出息，然后二创，然后拍影片，所以年轻人对他的熟悉度非常高，甚至比行政院长都高了。你说年轻人，我家里面小朋友可能不知道谁是什么部长，谁是院长，他就知道王世坚。那这种状况，他如果来选的话，会很火热。我讲一个哈，如果王世坚真的选的话，而且又很努力选的话，那选举打得风风火火，国民党本来说要重兵压到台南、高雄，可能你势必得
好，部分的军力就要回防，对民进党来讲不是什么坏事。可是王世坚显然他很清楚，他不是党内的当红炸子鸡，他可能跟徐国勇不错，那或许赖清德总统未必青睐于他，所以他一来有个人因素，二来他觉得党根本不可能征召我。他还补了一句很务实的啊，我跟徐国勇那么好，他们两个是过去同一个咨询小组，所以20-30年前在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两个就很好啊。秘书长又是召集人选对会的，都没有跟我联系，所以一定不会征召我。所以话讲到这里，王世坚参选的几率就突然有点戛然而止。那民进党现在小鸡们，好，就议员们要去找说到底是谁来选市长。吴怡农是唯一一个有提议院书的，只要他的民调没有很差，你说要比王世坚高，我觉得不容易。我觉得最后提出民进党也有他的基本盘啦，对，所以我说只要吴怡农的民调没有非常差，我觉得因为反正其他人没有意愿，最后是吴怡农占蒋万安的几率，我觉得并不低。来，世权怎么看？我先讲王世坚这个好了，因为我那天有看了一下这个维安哥的专访，我觉得他是一位看起来社会形象上面是一个很诚实的政治人物，所以为什么很多中间选民甚至非民进党人都会觉得对他有好感的原因在这里。比如说95%会当选，你说要民进党人亲口讲出说这个2028赖清德95%会落选，就算是真的他讲得出吗？他讲不出来的。可是王世坚敢讲。第二个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在讲他这个私人的考量，当然听起来完全合理，而且他也是他过去的家庭背景。但是呢，我是这样觉得了，要选哦，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要选。但是不选，他可以弄出理由千百种，只是这个听起来非常合理，而且坦白讲也是感动人哦。我坦白讲，某个层面来说，讲回来新北市，我前几天在议会里面遇到刘和然副市长，我也跟他讲说，副市长。帅，那个照片帅，他自己也是很不好意思哦。在新北市，当然要不管是想要努力接班的刘和然副市长，或者是苏巧慧确定民进党要征召的苏巧慧，甚至是我们的主席黄国昌主席，我觉得在这个阶段，大家就是各自努力，各自在这个市政上面、政见上面的产出哦。比如说黄国昌委员来讲，我们现在。近期我们针对新北市的市政，其实做了很多的讨论，到底新北市面临的什么问题，甚至在中央这一段时间有什么重大建设是卡住的，有什么办法我们可以来解套。那这个是在市长的部分，我们就是全力备战，全力以赴，成为最好的选项，就像我们一直以来的定调。那周宇修秘书长也定出了这个时程哦，我相信那天国昌主席跟赵大哥应该也有聊了一下，大概彼此的想法。我们当然是最大的诚意，跟国民党去做合作，因为我们都很清楚知道，不能让苏巧慧渔翁之利去这个险胜，因为他不能代表多数的民意。第二个是，我们也不可以永远坐在这个地方等着国民党看郑主席还是谁有哪天有空来谈一下，不可能这样子。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全力以赴往前走，把自己变成最好的选项。最后还是必须讲一下母鸡小鸡的这个概念。当然自己党有母鸡，那是有一个带动的效应，但是。至少我在新北市已经担任了1届议员，我当年是没有母鸡的。当年新北市民众党没有市长的候选人，所以说你只能靠自己。那我现在也告诉我所有的同才想要参选的小鸡，不管怎么样，你自己的内心设定是今天有没有母鸡，我们都要能够当选。你要有这种决心，真的在大选的时候，你才有机会胜出。位置。我觉得台北市这一战哈，这个无论这个坚哥怎么讲，对于民进党讲，当然还是非常重要了哈。就毕竟它是这个首都首动之重，它在选战上面，它一定会有它的这个新闻效益、外溢的效益。这个选战打得火不火热，其实台北市如果打得火热，新北市也会加温啊。好，所以我认为无论怎么样，台北市这一局当然对民进党还是重要的啦。好。那但我们看到，就说，我们现在民进党在台北市还是在征询的阶段了，哦，那当然坚哥有他的想法，好，那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就说，台北市我们选了一个是最优质的人，我们也认为选举这个过程，选赢很重要。但是这个过程也同样重要，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个民主的机制，不管是监督各党的候选人，也去检视说我们市政做得如何，这个都对于未来市政推动都会是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那回到新北市啊，那新北市我们当然就民进党，我们就目前就定玉尊啊，好，那苏巧慧姐她在新北也扎根非常久，也经营很久，现在其实都已经在开始走动了。那当然，国民党的部分，我们其实，在议会这个世权就很清楚了。我们常常跟侯长交锋，说你到底要交棒给谁？那侯长也迟迟不松口啦。好，他大概
好像心中有一个人选，可是他好像就讲不出来。好，那我们左猜右猜，左讲右讲，到现在还是看不出到底是刘和然还是李四川哦。那不过我要说，就是以新北市民的角度，当然刘和然副市长在知名度上面还是比较低啦。好，那可是你说李四川副市长，大家对于他跟新北市的连结，目前又还是比较薄弱的一点。做过副市长啊，新北市副市长。对，那可是现在大家都会觉得，他好像在台北市有一些发展，跟新北市的连结还是比较少。我讲一个，很多人讲说李四川，有人会以为是李四端。大家其实都对于国民党这2个人选都是比较陌生的。不过他李四川，我看他跟那个里长什么都还蛮熟的。没有那个位置讲的根本完全不是事实。李四川那个被大家记到现在在新北市，至少连偏乡啊，每个人都记得他带着我们去说，你看这条桥就是当时李四川副市长如何协助我们，那条路就是因为李四川做副市长的时候是新北市登大郎那个时候由县变成直辖市升格的时候，所以地方记得很深呐。有可能因为离开比较久了，他当然会记得。不，也有可能说年轻的选民，因为也很多年了啦，这总是会有一些哪些比较熟悉，哪些不太熟悉的人。我们休息一下就回来。好，高雄市长真的很厉害哦。邱莹说：“我也准备好了，大家都准备好了啊，要延续陈其迈的脚步。哦，陈其迈好像支持邱莹的啊。那另外呢，赖荣啊，听说是赖清德支持的。他说我每个月都做民调，有的时候呢赢柯志恩20%，有的时候呢只赢5%。我不知道这民调它怎么这么不稳定啊？情况紧急时只赢5%，哦，最多的时候赢20%，哦，所以呢这个。”我今天当选，明天就上工，绝对不延迟啊。那另外呢，许智杰啊也说我是最大公约数，所以我的民调上升非常快啊。他们每个都很好，但是我是最大公约数啊。那另外呢，这个林岱华说呢，我很清楚赖清德的意志，赖清德的意志也很清楚。什么叫很清楚呢？就是赖清德就是公平、公正、公开进行初选啊。林岱华真的这样想吗？那之前也不是讲说政治干预司法干预初选嘛啊？但他希望了，我想是他的期待赖清德在民进党这个初选呢，能够在高雄有公平、公正、公开的初选啊，不要在中间搞鬼啊。那林俊宪台南市啊，他说我要当桶箍，就那个桶子会散的木头，要有你看有个铁把它箍起来啊，就是但是这算是不团结，但有我就把他们团结起来了啊，所以呢要缝合弥补分裂的伤痕啊，因为经过一个初选，可能有些这个不合的因素了哈。陈亭妃说赖清德是公共财，不是你林俊宪的私有财哦，赖清德是你的，也是我的。所以呢，赖清德只要在台南市出现，不管林俊宪、陈亭妃都赶快靠到身边去合照哦，因为你是公共财啊，所以担心，因为那是赖清德本命区啊，说会不会赖清德变成初选变数哦？陈亭妃当然蛮担心的，所以他说我不会担心，因为主席是公共财哦。看一下。我是邱意莹，我准备好了，让我们一起努力，让高雄赢。林表先缴100万，民进党高雄市长初选立委邱意莹确定参战，能够跟着其迈市长的脚步，跟着前辈们的脚步，我们继续的让高雄更进步。邱意莹成功抢得头香，其他要选的也摩拳擦掌。待会一定会在我们党部规定的期限内去做登记。民调公司显示，我都排在前2名。我会继续努力，赢得最后胜利。现在高雄迈向新局，要选台南市长的林俊宪，同一天也完成初选登记。我希望当一个滩头。我说台南队长的任务，就是因为要把台南市过去分裂的伤痕，我们要把它给缝合弥补。台南因为过去发生了2次的议长跑票叛党的事件。主席是公共财，就是希望推出是最强的候选人。我想大家真的不要再误会主席了。来，永平。
这次民进党的高雄初选我觉得它取决2个关键因素，一个就是说他们实际去做民调的母数是公正的、中立的，让民调公司自己去拿他们长期做的各种民调的没有特别的母数呢，还是说用民进党部所提供的可能针对民进党员做了某种那个加权处理，或者是这个派系的因素的母数？因为我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因为我认为现在林岱樺的问题，除非是说他的司法真的赶得那么快，在他们初选做正规调查之前呢，马上就一审给他定案，否则的话，你现在要怎么阻止林岱樺？而你如果你是一个很公平的这个初选的样本因为大家也知道初选怎么回事，民进党也有，国民党也有，我们那个候选人都是可以去现场监听他的资料的，他的回答什么的，所以你要在那个时候作假很困难。你可以说样本就已经有问题了。对，所以你的样本母数如果是很公正的，就是你譬如说 TVBS 有 TVBS 长期使用的你正规的这些公司，那你实际去做，那林岱樺还是个变数啊，因为他之前是跟陈亭妃一样，他是遥遥领先的第1名。那后来当然有被打下来，确实有被打下来。可是他被打下来以后，问题是他3个山的造势，他才造1山呢。他真的还没有回到他的那个大本营的那个凤山，而且他一定是1山都已经成功了，他的凤山一定是大成功嘛。所以你那个时候你要怎么阻止他？对不对？那当然，你在这种状况底下，现在他们其他几个都没有感觉到他们是必赢的，而且我觉得那个赖瑞隆非常奇怪，他现在领先群，干嘛自己去说？我有时候赢柯志恩20%，有时候紧急时候赢5%，去讲这干嘛？你现在的重点还是在党内竞争，我觉得他讲这个事情会给人家感觉说他很露怯。所以呢，我是真的觉得说，他现在高雄到底会怎么样，不知道。那台南的问题呢？我觉得陈亭妃到现在他还咬死的相信赖清德，他可能就希望他在那个样本母数这个方面呢，不要弄手脚。因为他这个民调是2种，一种是对比，一种是互比啦。就我比如党里面4个人自己比，你支持谁？另外是互比，跟对方，比如说柯志恩，他们都跟真比。那有人一直说我怎么做都赢的意思啦，就这个意思。老沈，那台南你的老家到底怎样？我觉得高雄跟台南的选情要比上一节我们讨论的双北来的有看头。我觉得双北没什么好讨论的，因为该烦恼的是各自每一个党自己的选对会，他们就是不晓得怎么才好，所以呢，我们讨论没什么用，就是假以时日，这个会自然而然的理出一个头绪来。因为现在为什么不想讨论他们？因为他们很多人是假戏真做，有的人是真戏假做，有的人是摆个姿态，有的人是另有所图，真的是上当了。除了王世坚讲的说这个受害人的后代不赢过加害人的后代，那真的是心理上不能交代。所以那句话是真的话，我还有一点感动。其他的都是废话，没有什么好谈的。那至于南都2个都市我真的是佩服陈亭妃。陈亭妃的 EQ 真高陈亭妃就把赖清德讲成是大家的公共财，你看多厉害，轻轻一瞥公共财。但是呢，谢龙介也不输他。谢龙介说我不跟你们打，2个人他其实是怕陈亭妃，但是他说我的对手是赖清德，你看多厉害，赖清德都介入了，但是2个人从不同的角度都讲得非常好看。那我觉得高雄我本来每次都讲柯志恩的好话，我很挺他，因为我觉得他很辛苦，他选得好但是呢，他虽然都落后，但是没有上一次那么大，所以是有希望的。我跟你讲，今天讨论柯志恩，不讨论郑丽文是很不应该的，他被郑丽文害死了。我跟你讲，真的本来还可以一搏的，现在郑丽文，你敢到高雄去吗？你去高雄，你怎么个交代？你要怎么讲？你告诉我你怎么讲？你知道，你刚才以前一度我们私底下你说。郑丽文当选了，就是令不出党中央。我跟你讲，他现在已经把自己搞到人都
没有办法出党中央。你觉得全国的候选人有人敢请郑丽文到他的选区去吗？你到他的选区，你讲什么？我很替柯志恩觉得非常的遗憾。没有关系，柯志恩自己，他上次选的就不错了啦。不是，我告诉你，那个是郑丽文之前的，现在郑丽文事件才是前天的事情啊。你现在因为2026是 local 的地方的选举了，我觉得地方选举哈，候选人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你每次都是。好，民众党哈，这个世轩你们有一个柯文哲2年条款就是柯文哲当时定的了。对，哦，当然他的理由是说不分区4年嘛，那就干2年，哦，然后就下去可能选地方首长啊或怎样，哦，让多一点人也有这个机会来历练不分区嘛，所以叫做2年条款。那就有人讲说，2年其实立法院才刚熟悉，做的还不错，有些委员表现不错，怎么叫换呢？那没有人敢动，所以等到柯文哲放出来以后，看柯文哲到底怎么决定，哦。那周瑜修这个民主党秘书长就说，黄国昌现在是新主席嘛，向来也不赞成代职参选，意思就是说也支持柯文哲这种2年条款的这个看法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说因为黄国昌因为如果2年条款，他就会没有立委可以干了嘛。那现在其实战场是在立法院哦，立法院其实比那个党主席啊什么这个每天在立法院攻防嘛哦，所以呢，又有人担心说黄国昌会步着柯文哲的后尘。因为呢，柯文哲就后来台北市长不做就被抓啦、关啦，压这么久啊。那黄国昌现在有案在身啊，说这是民众党的隐忧啊。那另外呢，柯文哲说他看到黄国昌，说只是黄国昌变了，怎么又黑又瘦了？哦，黄国昌因为很瘦啊。哦，今天我们吃便当，后来我们小编很好奇啊，黄国昌到底吃什么？怎么吃啊？发觉那个饭一口都没动。就笑我了，说你饭吃那么多，他都没动饭，所以瘦，吃的不多哈。那说，所以柯文哲说黄国昌现在判若两人，跟以前不太一样，变黑变瘦，脸型也不同，也都瘦削了嘛哈。所以呢，这个吴怡轩就笑说，哎，你这是失言的边缘，怎么讲人家这么？那柯文哲自己说我在看守所的时候只有71公斤了，现在出来没多久，已经到了76了，到76，所以起码重了2-3公斤了啊，好吧，这个到底现在情况怎么样？那民主党会怎么样？到底有人讲说是下4上4，就8个不分区，干脆表现好的4个留下来，再换4个哈。那但是听说那8个要候补递补的，已经在那边摩拳擦掌，想要递补了，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完成北高360，下一步挑战1日北高，但明年228，黄国昌已经卸任立委，前党主席柯文哲担心他没了保护伞，恐怕被政治清算。主席很关心我啦，那我就跟主席讲说，身正不怕影子斜啦。但是主席也提醒我，不要低估民进党无耻的程度啊。不止柯文哲，党内也有不少人忧心，但2年条款还能跟动吗？传出立委林国成、张启凯就希望游说柯文哲答应暂缓2年条款，或是折中留4下4，留下黄国昌、张启凯、林国成以及递补的刘淑彬，一方面确保立院战力，另一方面保护黄国昌。但知情人士爆料，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在2026代职参选。准备选举也没有错，确实是张启凯委员跟黄国昌。好，那我刚刚也特别提到这个林国成。张启凯博士没有为了选举游说，林国成也驳斥这项消息。不过柯文哲确实关心2年条款对现任立委后续影响。在某次会谈中，柯文哲提醒黄国昌小心司法追杀，黄国昌认为自己没问题，柯文哲回他我也没有啊，还不是被抄家，再拿出来编故事，这让黄国昌陷入沉思。之后黄国昌说要选就是卸任，自己讨厌代职参选。柯文哲回应，有人不断游说他改2年条款，但当初定规则就是要认真做2年，再去外面帮党拓展，不是都讲好了？难道要当立委才能做事吗？避免带着 A 职去选 B 职，那这个是我向来的政治主张。您这边或是柯主席这边对于2年条款都是一样，继续维持，没有要做任何更动。是，没错。柯文哲、黄国昌双双定调，2年条款不更动，消除杂音。志轩，民众党现在到底确定了没有？应该是这样讲。
我觉得大家在讨论2年条款什么4上4下啦，或者怎么换，这个都是在战术上面大家做很多讨论，怎么样可以在立法院维持最高战力。但是针对2年条款这件事情，我觉得要退一步回来想，当时候在制定这个条款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就有做过讨论了。有些人是觉得支持，有些人觉得不支持。为什么？柯主席的想法觉得民众党很小，在蓝绿两党，而且在台湾这样的政治环境，你一定要保持多变，你要不同，每天不停的在变化，你才有办法生存。这是他的想法，所以才早期会有这个，甚至我们也有想过说，是不是之前的5位立委，我所谓的之前是上一届的5位立委的幕僚。可不可以全部都留用到下一届的立法委员？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经验，就是委员换人，幕僚留下了。是，那这个就是一个文官制度嘛，在他的逻辑理念上面，然后甚至实习生，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实习生，年轻人对政治有兴趣的，他到我们议员办公室当实习生，到委员办公室当实习生，到中央党部当实习生，这些都是我们尽可能的去做多变的方式去做尝试。2年条款这个当然是一种尝试，但是到最后的想法是，既然我们当时候决定了要做。我个人的想法，我会觉得那你就要贯彻，因为这也是一种诚信的问题。但第二个是，当时候其实在征召这些委员在担任不分区的时候，这个是讲明的，这是讲清楚的，不是说像2年到了，来你要下来，但没有人能够接受嘛。我刚熟悉，我怎么可以下来？后面8个立委，他等于在一开始的时候，他也知道说2年我要努力学习，到了第3年的时候，我要马上上工的。这些人不是上个礼拜才出现的。我说后面这8个立委，你已经有2年的时间去做准备，你能不能够做好？你能不能准备好？这是凭你的本事。如果你上任了，发现你还是菜鸟一个，完全不知道立法院在怎么搞的。那这个会被谴责，为什么？因为你这2年没有准备，所以我觉得2年条款是有它的由来的。那我们既然有做了这样的决定，我个人的想法会觉得你要贯彻到底。再来就是说，不分区立委他并没有选区，可是我们有安排责任区，他应该要负责哪里的？我举例，黄国昌负责新北，这2年不管他是不是选新北市长，他都要经营好新北市。张启凯委员他是嘉义，我记得好像是中部吧，南部是林国成委员。那所以说，在你2年的任期内，你能够有立委的职责，你可以在地方办考察，你可以把这些中央部会带去地方上，这就是过去林国成委员是这样做的嘛。交通委员会召委，他针对南部的交通、高速公路啊什么的，他可以办会勘，把所有的部会带去那个地方。这个就是民众党，我们尽可能用我们现有的政治资源做到最大化。我们没有太多的位置可以让年轻人去历练。民进党他所有的部会、所有的民意代表办公室，他养多少的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尽可能的用我们现有的，也就是这8席立委。柯的想法觉得，如果有2年条款，我们可以训练出16位优秀的人才，这是当时候的由来。那我觉得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所相信的。那是你觉得？其实民众党的处境是很艰困的，很小，资源啊、人力啊都不够，都少。所以柯文哲这个家伙啊，他就是喜欢这个东西，他不想干医生，他的脑筋随时都在动，就如同他讲的，要活下去就要随时动到你看得眼花缭乱，对不对？所以他这个2年条款是有问题的，但是以当时他的威望，没有人敢说这个不好，所以就实行了。那现在呢，他在牢里头他们在讨论，就是说废也不对，不废也不对，对不对？那棒也要听，棒晒也听。所以呢，最后就决定说啊，与其这个废了还是不废，都人家会批判的话，那就留着吧，就留着，反正骂的声音也许会少一点。其实这个也是不通的你接上来的人也不是说你努力学习就是变成可以做一个地方诸侯的候选人那然后呢，这个大家的才华，大家的各种努力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民众党的前途是很艰困的，尤其现在来了一个国民党的很大的未定数，对不对？你现在我跟你讲，蔡英文当了主席以后，我觉得蓝白柯会产生很大的变动。那元智，当然以我们的角度，因为我们现在跟民众党在国会合作是还蛮好的，像最近一起封杀安斯基人士嘛，一起在争取公教退抚的一些条例的修正等等那所以换人，当然我们会觉得要重新去认识别人但是人不换最好了。不过这个也是民众党的事，我们也没办法。那关键我觉得国会我觉得没有问题啦，关键是2026怎么整合啦，我比较
我比较关心啦，像那个新北市的状况，当然因为黄国昌，我本来认为说国民党这边可以慢一点啊，但是黄国昌主席已经讲了嘛，3月他们就要确定，那我就认为李四川应该要早一点表态了啦。否则的话，可能就会赶不上那个时辰。那我现在看起来，以民进党的代表对李四川的攻击，说什么他不熟悉的，我觉得这跟事实差很多。但是看得出来，民进党还是比较怕李四川。我之前听过骂李四川最荒谬的一种骂法，是说，哎呀，李四川就是老共那边的人啊，你看他名字叫李四川，四川。但是我要跟大家解释，他本名不叫李四川，他本名叫李书川，就是他以前在小琉球嘛，爸爸在外面捕鱼，然后要报户口的时候，爸爸就打电话回来说叫李书川，就阿嬷觉得叫书可能会输啦，所以改名叫李四川。所以这个四川跟中国大陆四川没有关系，即便是有关系，也没有关系啊。所以你看各种对李四川的攻击都已经有了，所以我觉得李四川应该还是目前来说还是民进党最怕的人啊。我没有攻击李四川啊，不过听起来就是原之委员大概是跟李四川比较熟悉了哈，相较于对刘慧然来讲。那刚才有说民众党这辆火车会继续开，那不过大家会好奇说，那这辆火车到底是由谁掌舵，是由谁开？那如果是由黄国昌委员开，那大家对黄国昌的印象就是他大概很多事情就前后会矛盾，所以现在大家在讨论说，他到底接下来民众党的这些不分区立委到底谁会上谁会下？这当然我觉得大家都觉得好像改变是已经习以为常。不过我们就说，民众党过去在喊新政治，到现在却演变成选民对于这个新政治的信任度是在流失当中。因为刚刚那个 TVBS 专访了黄国昌，他的说法是完全没有要改变目前的计划，就是明年2月1号卸任他的立委。然后这个秘书长的讲法是3月要有蓝白合的方案，也就是说3月，比如说我们用比什么民调，然后再进到可能6月才决定，那这个会比民进党决定人选还要晚半年，这个也是要考虑的因素。因为11月就选了，10月就选了，你也不能够再拖了，再拖也不好了，杨斌。柯文哲的2年条款其实在政治上我觉得是一个很危险的实验呐。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如果已经决定了，那好坏自负嘛。只是说我觉得可惜了啦，因为他们。